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一头撞出了多少谣言？面对海带和网箱，为什么总是网友最受伤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几年呢，网上有些词汇让我看了都有点过敏，就是一看到某些这个媒体某些平台，特别是自媒体对某些事儿进行评论的时候，开口一说什么什么事儿实锤了，我一看见实锤这俩字儿，基本的判断大概率又是假消息。这两天美国那个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出事之后，天天在网上能看到各种阴谋论、各种假消息。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些特没谱的谣言，信的人还最多。比如说，有的媒体找专家信誓旦旦分析，一定是这个美国潜艇撞上了自己部署的无人潜航器，自作自受。大伙儿一听觉得好解气呀，所以认定必然言之有理。其实呢，美国自个儿部署的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最大的也才50多吨，而且这种超大型潜航器2月份刚刚出合同，离变成现实还需要些年头。至于专家说的我们渔民经常唠叨的那种无人潜航器，那比324毫米口径反潜鱼雷还小得多，绝大多数就几十公斤。真被一个9000吨重的潜艇撞上了，听个响而已，那潜艇都不会哆嗦一下，怎么可能让潜艇颠簸还摔伤10几个人？而我们的专家这么说呢，大概是因为这么讲话比较符合多数读者心理。这两天呢，最流行的一个谣言是各个微信群里边疯狂转发的一个聊天记录，就是有一个微信名叫做 like.it 的家伙说，法新社报道中国南海养殖渔业有限公司5万斤黄花鱼养殖箱被不明物体碰撞，造成5万斤黄花鱼及海洋养殖产品逃脱，损失人民币4亿。反正你算吧，5万斤黄花鱼能损失4亿来，那一斤你多少钱？然后呢，这个聊天记录里纷纷惊叹，原来康涅狄格号撞的是这么个东西。接着呢，又有人拿出一个美国潜艇尾壳前端受伤照片，貌似加以佐证。这么个聊天记录一转开之后呢，我就发现很多公众号自媒体就开始把这个事儿当做了依据，纷纷以此为基础开发创作，表示实锤了，康涅狄格号就是撞了深海网箱。其实稍微核查一下消息就知道，首先法新社上你找吧，根本就没有发过这么一篇文章，这又是冒充外媒编故事的老套路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曾经有个谣言说中国094C 核潜艇发射巨浪4导弹射程22000公里，这就是一个老谣言，而且这个谣言这几天有点死灰复燃，甚嚣尘上。第二，也不存在什么中国南海养殖渔业有限公司，你查吧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企业叫这个名字。第三，所谓美国潜艇受伤照片是10多年前拍的，在北极活动的时候，潜艇上浮以后，尾壳在浮冰前面撞的。那么这么多媒体稍微查一下资料，也不会被这个什么 like.it 耍得那么容易。还有人写文章说，毕竟美军的核潜艇还是有可能撞上深海的网箱的，并且搬出了深海1号等等大型深海网箱的照片。然后我呢就找资料核实了一下，发现所谓深海网箱，这个深是指部署地点离岸边比较远，不是说可以布放在几百米深度的水下能撞潜艇去。这种网箱工作区域是要在水上让工人走动活动的，那么下边要有固定系统，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布在一个水很深的水域。从上到下，我看国内已经这个生产出来的大的那个网箱高度才30米，而这个大网箱呢就部署在烟台长岛。能布放深海网箱的地方都很类似能够种植海带的地方，水都特别浅，也就是30米到50米。别说核潜艇，就是常规潜艇也根本不会在这种地方水下航行，只能是露出水面通过。因为你在水下航行的话，稍微做一点动作，上浮也好，下潜也好，不是脑袋扎上海底，就是螺旋桨插进海底。至于说海狼级那种大型的核潜艇，要是去了一个30米水深的海域，就算是浮出水面航行，艇底都可能要搁浅的。所以要搞清楚康涅狄格号出事的真相，也许需要时间。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你让我做结论，我肯定不敢胡说。
但是要搞清哪些是胡扯，查一查相关的信息就比较容易。不过呢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也能够忽悠这么多人轻信，说明一个好的思维习惯才是我们看待事物的关键。好，为什么关于网络谣言在公共媒体上这么容易传得开？今天呢，我们就分析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